不得不说，当代年轻人可太有才了。为了省钱，总能脑洞大开 get 到新方法。就比如买垃圾桶就搜化工桶，买抽纸就搜散装抽纸批发，买马克杯就搜微瑕马克杯，买卫生间地垫就搜微瑕地毯，买家用手套就搜医用丁腈手套。其实很多生活日用品只要换个名字买，不仅价格跌破底价，关键还嘎嘎好用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7个抠搜省钱的购物指南方法，小伙伴们照着学就对了。同样的东西，至少能帮你省一半的钱。1. 保鲜收纳袋。家里的肉类还是果蔬，想要保鲜存储，必然少不了食品收纳袋。如果你直接搜密封保鲜收纳袋，几十支装的也要20-30块，价格不便宜。但如果你换成生物样品袋，那可就太划算了，100支的不到8块钱，随便用也不心疼。这种密封袋本来是实验室用来送装样品检测的，不仅厚实耐用，密封性也嘎嘎好。平时可以直接拿来分装一些水果和冷冻食品，放冰箱里还能防止串味。2. 水杯。咱们平时不管是喝水、喝茶还是喝咖啡，必然离不开水杯。但你在网上搜水杯，样子普普通通的也要30-40块，价格虽不算贵，但也不实惠。其实没必要花那冤枉钱，咱们可以把水杯直接换成玻璃烧杯，那价格可太香了，1000毫升的才11块，巨便宜。高纯度硼砂和石英砂制作，比食品级标准材料还高，而且它还耐热耐高温，平时用它在微波炉或是电磁炉热牛奶、热茶水都超级方便。我家买来后，老婆每天都不离手，它上面有刻度，可以满足她每天定量喝水的需求。3. 伤口防水贴。如果身体上有伤口或是术后想洗澡的话，就要用到防水贴。大部分人都会去网上下单，这玩意在药店买，几片装的都要10几块，价格死贵。但如果你换成 PU 防水敷料，价格便宜到无法想象，足足5米长的才8块，用到天荒地老也不心疼。这种医用胶带 PU 膜甚至比单片的创口贴还好用，不仅防水效果杠低，而且就算贴一整天也不会有痕迹。关键它还可以根据伤口大小拆切适合的尺寸。身体有小伤口不方便碰水，洗澡前就贴上这玩意，简直不要太好用。4. 毛毯。家用毛毯这玩意，不管你是去商场买还是网上购物，但凡是稍微看上眼的，少说也得180块，价格不是很友好。如果不想当冤大头，咱们可以直接搜叠10条毛毯，上百种款式面料任你挑选，价格还很美丽。我家前几天买的这1.2米乘2米的尺寸，才花了35块。虽然珊瑚绒面料，但根本不掉毛，品质和手感真的不输大牌。这么和你说吧，叠石桥能在南通发展成国际家纺城，凭借的就是质优价美和信誉口碑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江苏南通也是4件套的源头供货地，买家纺产品性价比超高。5. 食品收纳罐。前段时间老婆心血来潮买了一堆五谷杂粮，让我买点食品收纳罐，方便分装储存。网上一搜价格，3支装的也要40-50块，咬牙买了6个，花了100多。后来无意间上网看到人家都用食品级啤酒袋当做收纳袋用，一个还不到2块钱，巨便宜巨方便，不仅防潮防虫，还不占地方，收纳各种米和杂粮，装没喝完的扎啤也好用，关键它还有提手，密封性也好，真的是挖到宝了。6. 湿巾。之前家里用的湿巾都是去楼下便利店买，80片装的也要10几20块。结果上个星期去同事家聚餐，看到人家用的是桶装巨无霸湿巾，500抽一桶装，价格才20出头，真的是超实惠。关键它还有杀毒除菌功效，酒精浓度高达75%，用着一点不比普通湿巾差。这种桶装湿巾是抽取式的，单手就可以操作，随抽随擦。平时擦手机、擦桌子，甚至可以拿来擦鞋子，一点也不心疼，家用真的是太香了。7. 相框。大家出门旅游免不了会拍些照片，回到家就想买相框挂在墙上当做留念。如果你网上搜相框，颜值还算不错的，少说也得20-30块，关键很多还是密度板内衬的，不环保不说，味道还很大。咱们可以直接换成磁吸相框 ，A4 纸大小的，一个才2-3块钱，边框什么颜色的都有，很百搭。用它代替传统相框，简直不要太香，放日历、放照片，随意替换，还可以放孩子的画作或者奖状。买大一点的，还可以放海报，操作起来也很简单，咱们就把照片夹在中间，上下两侧会直接吸住，结实的很，根本不会掉。家里有相框需求的，真的可以多囤一点。如果你也有换个名字就能买到的便宜好物，欢迎评论区分享，一起做省钱达人。有一说一，家里的老一辈与当代的年轻人相比，
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生活理念，都存在天差地别的变化，特别是在家居装修方面尤为突出。就比如本期分享的这7个家居产物就是如此。在老一辈看来，曾经个个都是家居标配，但现在已经逐渐被许多年轻人抛弃，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也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不便，相反的，住起来更加舒心，幸福感也随之提高。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年轻人装修都抛弃了什么。1. 客厅茶几。客厅大茶几在老一辈心中的地位很难撼动，这一点也能理解，因为父母那一代人热情好客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而且邻里关系也好，如果家里来了亲戚朋友，必须要招待一下，所以没有茶几怎么能行？但反观现在的年轻人，交际圈都比较窄，尤其是入住新房，街坊邻居几乎不认识，茶几对他们来说形同鸡肋。尤其是那种储物式的大茶几，不仅笨重碍事，还显得空间小，所以茶几被年轻人所抛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取而代之的是铺上大地毯，平时休闲娱乐的空间也直接翻倍，而且撤掉经常堆满杂物的茶几，无形中也减轻了家务负担，简直不要太香。2. 阳台晾衣架。在老一辈的眼里，家里阳台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晾晒衣服和收纳杂物，所以阳台不装晾衣架根本不行，平时洗的衣服去哪里晾晒呢？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阳台用来晾晒衣服不仅丑，而且还浪费空间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在装修之初就选择把客厅阳台直接打通，目的是把阳台改造成休闲区域，闲暇之际用来喝茶、读书和运动。对于如何解决衣服晾晒问题，在年轻人这里也根本不是啥问题，完全可以装一台独立的烘干机，彻底解放阳台。3. 传统门锁。以前装修智能锁还没有普及，记得家里的老一辈出门最担心的就是忘带钥匙，钥匙不小心遗落在家里，就意味着进不了家门，只能等其他成员回家或者叫人上门撬锁。而现在的年轻人装修，智能门锁几乎是标配，也不再有出门忘带钥匙的烦恼。智能指纹锁的多种开锁方式也确实方便，刷脸、指纹、密码统统可以解锁进家门。即便是长辈和亲戚临时来访，自己不在家里，也无需等待，直接告诉临时密码就能进门，体验感简直不要太好。4. 消毒柜。厨房消毒柜曾经也是厨房标配的大家电之一，对于老一辈来说也非常的实用，平时能给餐具碗筷消毒，还能充当碗柜用。但在年轻人眼中，消毒柜就很鸡肋，因为功能太单一，标配的紫外线除菌方式消毒效果也不理想，所以自然会被年轻人所抛弃。现在的年轻人装修更喜欢一步到位装一台洗碗机，洗碗机不仅能洗餐具，同时还自带消毒杀菌功能，关键是还能存储碗筷，比消毒柜实用太多，没有理由不去更新换代。5. 纯实木地板。过去装修，但凡家里有条件的，地面都会选择铺纯实木地板，因为在老一辈心中，原木地板才是真材实料，颜值高、环保、上档次，更是装修品质和品味的象征。而现在的年轻人装修，大多数都抛弃了纯实木地板。在我看来，价格贵不是主要原因，毕竟现如今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。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纯实木地板不太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，花纹老气，颜色和样式选择也少，而且纯实木地板的日常保养也麻烦，环境太干燥不行，地板容易缩缝开裂，太潮湿的话也不行，地板又容易起翘起拱，总之既娇贵又难伺候。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大尺寸瓷砖或是木纹砖，与传统的实木地板相比，耐造好打理，价格便宜，款式选择性还多。6. 卧室床头电视。老一辈的卧室里一般在床头都会挂一台电视机，因为老一辈的娱乐活动比较单一，睡觉前躺在床上看电视也是他们最大的爱好。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，电视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娱乐工具，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刷短视频、玩游戏，即便有些年轻人喜欢追剧、看电影，也不再选择在卧室装电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投影仪。在年轻人看来，投影仪的屏幕更大，追剧看大片更爽，而且与传统电视相比，投影仪也更加小巧，不占用空间，移动也方便，放在卧室里，对于装修布局和摆放丝毫不受影响。7. 拖把池。以前装修房子，家家都会在阳台或者卫生间选择安装一个拖把池，拖把池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对于老一辈来说，涮拖把、洗抹布都非常方便。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还愿意手动去干家务，
只要是能代替自己做家务的智能工具，都会给你安排上什么吸尘器、扫地机器人、洗地机等，一样不少。新式的智能清洁电器也确实方便省心，比如下班回到家想清洁地面，只要躺在沙发上，动手指连接手机，就能操控扫拖机器人工作，边吸边拖，那清洁效果、干净程度一点不比手动拖地差。关键是它还能实现自动上下水，连更换废水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当然了，对于年轻人抛弃的家居产物，其实也并不代表毫无用处，只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家居装修观念已经和老一辈人截然不同，所以没有绝对的对和错，只要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